什么？又是机器人，又是10米多高？对啊。这位小姐，请先冷静，再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。机器人，就是动画里那种，10米多，正常楼那么高。爸，我猜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是零职务，10多米高。现实里哪有这种机器人，还能随意操纵跑动的？我猜测应该是群体性恶作剧，报假警。最近是野生菌食用剂，也有可能是群体性毒蘑菇中毒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拿好你的帽子，跟我出动。局座，99年的事终于瞒不住了。哎呀妈，这出的！林职务，我们以后出勤可以开高达吗？不是报假警，也不是毒蘑菇中毒，竟然真的是机甲，10多米高的机甲。爸，说了多少次，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是零职务。这个大家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背后是否有人指使？我怀疑是军区搞出来的。出了事故就留在了这里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立即上报，传我命令，封锁现场，控制舆论，封锁消息。这竟然不是恶作剧，看来我的职务要高升了。你说什么？下面的警察捕获了一头野生机器人？是的，首长。你确定？严格来说，是一头机甲，10多米高。难道是男所搞出来的？不应该呀！战略装备在正式改装之前，都是严格保密的。看来我得赶紧赶往现场。怎么回事？谁呢？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！不，该不会是这丫头也起来把我的高达给开走了吧？机体内搭载了脑波同步系统，不是没有那个可能。陆雅雅，那可是街道办10万块定制的东西啊，明天就要交货。有了这10万块，我才能在系统中购买各种高科技，弄坏了看我不揍烂你屁股。不好，一旦断电，驾驶舱便会完全密封，只能借助外部特殊按钮才能解锁。回声系统仅能提供6种试验器，这都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，必须在驾驶舱氧气耗尽之前找到这丫头。报告首长，从第一个目击者口中我们得知，机甲第一时间出现在中长街，20分钟后便出现在了这里，所以初步估计，这机甲速度最少达到每分钟10公里。什么？1分钟10公里？老郑呐，老郑，你这是头给我攒了个大祸呀！这么重要的实验居然没打报告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该不会要告诉我，这不是你们611所搞出来的吧？不对，南方611所没有这样大项目，这么大的项目也不可能瞒过我这个所长。停！快停下来！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你这吊车是多少吨10吨啊？是了，这地方土质松软，爱河至少减少1半，估计它最多吊起30吨的东西。怎么了？最多只能吊起30吨的东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老伙计，目前国内最大型车身只有7米，却重达48吨，而这机甲全高18米，却不足30吨重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大家伙使用了某种新型材料？没错，目前市面上从未见过的新型材料，搬运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一定不能弄坏了。听到了吗？这东西可金贵着呢，小心一点。爷爷，有发现。这种新型材料的主要成分是什么？是铁。铁？怎么可能？不错，爷爷，是铁，一种特种钢材。老师，我们用生命探测器在机甲胸部装甲部位找到了驾驶舱，发现里面有人。有人？快尝试联系里面的驾驶员，看看能不能打开舱门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机甲目前舱门完全封闭了，驾驶舱和装甲之间又有一层绝缘体，外面的声音根本就传不进去。而且我怀疑驾驶员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意识。先尝试接触通讯，驾驶舱如果完全密封，它本身也可以传声。明白。爸爸，你在哪儿啊？这里好黑，爸爸，你快来救丫丫！驾驶员竟然是小女孩，这怎么可能？想办法跟她沟通，看看有没有办法从内部打开驾驶舱。我来吧。喂，是丫丫吗？能不能听到姐姐说话？妈妈，是妈妈吗？是妈妈回来找丫丫了吗？那个，我不是你妈妈，小妹妹，
你知不知道怎么打开舱门？出来和姐姐面对面说话好不好？不要，要爸爸，要妈妈。没办法了，救人要紧，用火焰切割机尽量只破坏驾驶舱，保证装甲完整。这可是3500度的高温，只希望这种新型材料不会像碳纤维那样，一体成型状态下抗压、抗负荷、抗扭曲能力极强，一旦失去完整外形，就会快速崩解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竟然后连发泡都没有！太惊人了！这种材料不但能承受3500度以上高温，而且在高温状态下能做到完全不变形，甚至快速散热。老沈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即便这台机甲直接从外太空吐入，大气层的高温也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害。那咋整？这玩意儿这么大，好像也没法用激光割。要不试试地下爆破？只好这样，得用军用炸药，都开矿了，估计不好使。行，等着，我让人回去取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能炸毁重型坦克装甲的装药量，别说炸出个活口来，竟然连个凹痕都没有留下。意料之中，驾驶舱内应该有维生系统，但维生系统备用电源有限，还是赶紧联系这台机甲的创造者吧。查，马上从这台机甲出现的记录开始查。人命关天，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个18米高的机甲？我女儿还困在驾驶舱里。女儿困在机甲内？难道就是你制造的那台机甲？没错，是我制造的。我女儿把她头都开出来了。目前机甲的维生系统只能维持6个小时，已经快到极限了。完了，今天可是要交货的，我的10万块啊！不过现在闺女要紧，就是陆瑶瑶小朋友，你后面可要遭老罪了。让一让，他是机甲的制造者，救人要紧。你就是机甲的制作人吧？是的，有什么话麻烦一会儿再说吧。我女儿还在驾驶舱里，机甲维生系统快到极限了。还好，输入键盘还有电。陆雅雅，死丫头片子，害我担心了半天。你倒心大的很，睡得这么香。陆雅雅。爸爸坏。小伙子，来，快说说，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台机甲？这个是我答应我们街道办搞的科幻周活动做的选钞道具，他们答应我，只要做出来就给我10万块。10万？你是说这么大的机甲，人家就给10万块钱就给人搓了出来？你这机甲光是重量都有20来吨吧？我记得现在钢价都有1000多一吨，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啊！我是开废品收购站的，我那废铁成本大概400多一吨，我还能赚个1万左右。你还可以赚1万？小妹妹，1万块能干很多事的好吧？10万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，我到手卖废铁的话还卖不到10万呢。头一次听说这种高科技还能这样摆菜价的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街道办为什么要让你造这样一个大型机甲，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金属雕塑？老郑的意思是，他怀疑这个街道办主任是不是外国特务，果然发现路上出这么个科研天才，又知道他生活拮据，所以借此机会让他给自己开把新东西。赶紧着手把那个下单的街道办主任给控制起来。那个老登临走的时候说这玩意儿能动就好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想要让一个人形机器人动起来需要多么复杂的设计，我那么专业哪能让他挑出理来？所以从机甲的控制系统到内部骨骼，都是我花了好几个通宵的图纸精心设计的。又要大型机器人，还要能动起来，实锤了！这个10有8九是特务。那个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能否请教一下？你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用钢铁制作，却让如此大体积的机甲却只有20吨左右的重量的？这个简单。知道碳纤维吧？碳纤维之所以拥有高强度和高拉伸，就是因为它的原子结构是碳原子形成的，石墨片的6方晶格。所以制作这台机甲的钢板和碳纤维类似，
将碳纤维和铁原子以碳12的结构排列，达成类似 EPS 泡沫一样的效果复合原子材料，因此兼顾了轻量化和强度。天才般的想法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？这台机甲我看它还有翅膀，难道你还想要让它飞起来？飞不了一点，单纯就是为了好看罢了。我看你还留了喷口。飞不起来，老爷子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玩意儿外形不符合系统布局，它的应用场合应该是工程建设和外太空开发上。想拿它当兵器，目前来说不可能。目前，你的意思是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？肯定啊，能源供应是最大的问题。以我目前的技术，储电量太小，续航时间赶人，想要保证高机动，除非安装大功率真空引擎。这台机甲虽然短时间内无法投入到实战，但是它所蕴含的科技，但拆分出来，也绝对可以让我拿下的军工再上一个台阶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这台机甲买下来。什么情况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小陆，你这可就不地道了。我可是看在你生活困难，想着法的给你介绍工作，你不能恩将仇报啊！钱什么都好说，你要不把我放了？放了你？我看你还是赶紧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否则，我不介意让你受点皮肉之苦。死贱也叛徒汉奸，能让你见到今晚上的月亮，都算我沈耀和善。我就是荣昌街道的街道办主任啊。还不老实？说你为什么要让小鹿弄出个大机器人？我说，我也是看小鹿单身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又听说他之前在厂里18级焊工，才让他喊一个大机器人在科幻周上做宣传的。我真的没有查别的身份了。哇！我好像听明白了，你就是想让他帮你造个机器人当宣传雕塑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临走时提了句，要是这机器人能动就好了。对啊，您是不知道。真想要机器人动起来的，那各个关节之间的受力传动得多复杂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单纯就是想让你设计个扭扭脖子或抬抬手的机器人而已？这可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设计出来的，我这也太时尚了吧！所以这事儿其实就是个乌龙。这乌龙好啊，这样的乌龙要是能更多就好了。如果不是这样的乌龙，我上哪去找小鹿这样的青年才俊呢？又哪能见到这样领先时代的科技产物呢？小鹿，你这机甲2个亿卖给我们研究所怎么样？2个亿，原来是2个亿！我跟丫丫的日子不但不会过得紧巴巴的，还可以从系统中兑换更多的高科技。没想到丫丫把机甲偷开了出来，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。可是，我已经答应赵主任了。不是，你还真想拿这宝贝去给一个小小的科幻周做宣传？同志，你知不知道这里面多少技术，国家保密都还来不及呢？赵主任对吧？这台机甲我们南方611所买了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没有，支持国家工作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所有人一会去写个保密协议，在这东西彻底灭世之前，都给烂在肚子里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小鹿？都快9点了，丫丫还要上幼儿园，这会儿过去好像来不及了。这样，刚刚送人过来的2个警察呢？领导，您找我们？让你们所长亲自给陆雅雅小朋友的幼儿园打个电话，就说孩子晚点到，然后你们送孩子去上幼儿园，晚上记得接孩子放学，给陆公送回去。是。我这就变成陆公了？爸爸，你今天不能送丫丫去上学吗？是的，这位郑爷爷还有重要的事要跟爸爸谈，今天就让这个姐姐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这个姐姐很漂亮，丫丫喜欢，爸爸你不用担心丫丫。喂，我是沈耀武，给我些国防部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汇报。丫丫，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你妈妈呢？我爸爸是开废品收购站的，街区里的爷爷奶奶都说我爸爸是个好人，但是也有不少人说我爸爸傻，不知道自己挣钱花。我妈妈奶奶说我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不会回来了。丫丫不哭，丫丫饿不饿？姐姐你人真好，长得又好看，要不你做我的新妈妈吧？这丫头竟然想要让她爸爸供我家的白菜。那个丫丫呀，姐姐才20来岁，你爸爸多大了？我爸爸
也才20来岁啊。姐姐，你看我爸爸长得又高又帅，除了穷点，没有别的缺点，也没有不良嗜好。你要是嫁给我爸爸，还能白得我这么大个闺女。那个丫丫，要不让姐姐做你干妈妈吧？干妈妈是新妈妈吗？算是吧。丫丫，门口那个漂亮姐姐是谁呀？她是你妈妈吗？没错，那个漂亮姐姐就是丫丫的新妈妈哦。丫丫现在也是有妈妈的孩子了。你吹牛！那么好看的姐姐怎么可能是你妈妈？她都没给你开过家长会。丫丫没有吹牛，那个漂亮姐姐就是丫丫妈妈。很难想象，那台由内而外、科技含量爆棚的跨时代机甲，会是用这些废品制造出来的。那个多少有点乱，您这边请。小鹿啊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第1代量子压缩机，可以用来压缩金属离子，制作特种金属。这机器很金贵吧？这倒没有，平时我都是用它来打包废铁，压快卖钱。什么？压快废铁？难道你不怕里面的金属碎件损坏机器吗？这倒不会，压缩舱是完全独立的，而且用的是引力压缩配合磁力压缩，在外部离心机制造的高重力环境下，即便再细小的金属也会被磁力约束，而且它有自清洁系统。这简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全才，小西天封不了真大神。这破烂不堪的废品站却走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天才。小鹿啊，我想问问，你看现阶段我们要造出先进战机，应该往哪方面深耕？飞控、发动机，还是外形设计？几年前从地球穿越过来，发现这个世界的科技还停留20世纪。西方国家已经推出了4代机，目前大家还停留在2代机阶段。只要发生冲突，恐怕还要悲哀的使用8换1战术。既然我穿越了过来，又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？老实说，只有齐头并进才能弯道超车。老爷子，您不拿我当外人，我也不跟你藏着了。这是我闲来无事画的图纸。这完美的启动布局，钢铁硬朗的设计曲线，看上去就知道含金量极高的数据。小鹿啊，这张设计图能不能卖给我们南所？我愿意再出2个亿。2个亿，又是2个亿。陆丫丫小朋友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不该打你屁股，要不是你的话。而且这还只是5代的 G20， 我这里还有6代的 G36图纸。喂，雅雅在学校不舒服，校医建议去医院检查。您是她的监护人吗？什么？哪个医院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老爷子，我女儿生病了，这会儿在医院，您自己先四处看看，我回头再跟您聊。看着我干啥？追上去开车送送，坐公交得坐到什么时候？我真好奇他这堆图纸里还有什么好东西，到时候让他一起打包卖给我，也好谈价钱。这是战机图纸，但从尺寸和启动布局就比之前的最新代战机技术含量要高得多。可是怎么没有攻击部位，喷口也没有，甚至连垂尾都没有？难道是小鹿没了？这小子不是苍丝，这竟然是一款舰载机。有了这图纸，要造出舰载机不算什么难事。难的是没有航母，根本就形不成战斗力。有想法，有大局观，这小子不简单啊！喂，给我接医务处。喂，这里是医务处，我是值班医生。院长，我有事要汇报给李老。好的，你稍等，我帮你转接。我刚刚是不是有些鲁莽了？竟然去打扰李老。李老，事情是……知道了，一定要安抚好陆少秋小同志。他的宝贝新冠生病了，要召集专家，提供最好的医护条件。好，请李老放心。原来不是生病，是雅雅受欺负了。你就是这个小姑娘的爸爸吧？你姑娘把我儿子打了，说说看，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就是，你看看，我儿子的脸都给打红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给个满意的赔偿，我们就没完。壮壮妈妈，打人的明明是壮壮，你怎么能一个巴掌拍不响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儿子不打别人，就打他女儿？肯定是他女儿的问题。你看看我儿子的脸，现在都还红着，说不定是他女儿先动的手。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。具体发生经过我们也没看到，我们听其他小朋友呼喊，赶到的时候，丫丫已经这样了。抱歉，丫丫爸爸，是我们的疏忽。
园长，贺小萌同学，说说你看到的吧。是丫丫先动手打壮壮的，但是壮壮他先。这位家长，小孩子过家家，雅雅不小心受了点伤。小孩子过家家也得有个度，生病受伤了没人照顾。小妹妹，你告诉叔叔，壮壮他先怎么了？叔叔，是壮壮先说丫丫没有妈妈，说丫丫妈妈是因为丫丫爱哭才不要她的，丫丫没忍住才打她。壮壮推倒丫丫后，还继续打她，还用头碰她鼻子，丫丫流了好多血。叔叔，丫丫她不会死吧？不会的，叔叔不会让丫丫有事的。虽然是壮壮有错在先，但我们这边应该把陆雅雅小朋友的伤势先治好。我女儿打了你儿子，这个我认。那你儿子打我女儿，这事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我儿子打你女儿，那是正当防卫。所以说，你儿子打了我女儿，你是一点责任都不打算负了是吗？丫丫先动手确实有她的错，但对方推倒丫丫之后还继续追打，明显就是故意伤害，要不然丫丫也不可能伤得这么重。干什么？本来就是你女儿的责任，我们为什么要负责？你还想动手不成？就你这种没钱没势的屁民，赔我点钱也就算了，你还敢动手？我了解过，你就是一个开废品站的，我们就是欺负你了，你拿我们怎么样？郑老叔没必要跟他置气，会有人收拾他们的。赔偿什么的，等之后再说。我现在要先确定我女儿的病情。两位留在这里，难道还想等我请两位吃饭不成？切，胆小鬼！3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个丫丫爸爸希望丫丫尽早康复，我会再来看丫丫的。爸爸，都是丫丫不好，是因为丫丫妈妈才会走的。不，错的是壮壮，是妈妈。丫丫是最乖的宝贝，丫丫没有做错任何事。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，这么重的伤也不知道会不会破相。一个女孩子，对了，系统中好像有种药能快速修复疤痕。系统兑换。希望有了这生物药剂的辅助，丫丫能够好得快些，不至于破相。小陆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小孩子打架没什么事。老爷子，您能改天再来吗？丫丫得住院观察几天，可能这几天没时间陪你聊这些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孩子要紧，你先忙。我让我孙女煮了饭，你带些过去给丫丫吃。多谢。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一遍。好大的胆子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你这2天跟着他们，机灵着点。是。陆少秋是个好人，丫丫也是个好孩子，咱们不能让他们吃亏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小孩子的小打小闹，还受伤了，谁不占理，就应该道歉。前些年就因为这些社会渣子，国家就损失了1名顶级大动专家。不行不行，看来这事儿还得交给老沈去办才行。啊！小陆的女儿遭人霸凌，她本人还受到了威胁。不错，对方还说知道小陆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，明里暗里的威胁小陆进行敲诈勒索。行，情况我了解了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。好不容易国家才出这么个人才，要是真因为几个不开眼的家伙把人伤了，那我这个老头子也不用干了。我已经上报国防部，将小陆加在特殊保护的名单上，他的专属保镖应该这2天就到了。不过他的孩子，我记得空军家属院那边好像最近新开了一个楼盘，我这边请示过领导，让我们一切都可以便衣行事，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尽力支持。小陆的女儿就转到空军的蓝天幼儿园吧。能进入蓝天幼儿园的孩子，父母至少都是蓝军部队和研究院高干，哼，
你倒是会给我出难题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这些人才本就应该有这种福利，不计协调。经调查，陆雅雅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晰了。经我方调查，毛壮壮父亲毛有为在市内经营多家夜场。根据临时安排的走访，这些全涉黄涉。毛壮壮母亲叶丽娟开办一家舞蹈培训机构，1年前在一次培训期间踩断一名女孩腰椎，致使对方瘫痪，不但不进行任何赔偿，反而女孩一家遭到多次半夜上门死亡威胁。经我方调查，毛有为一家背后拥有萧德旺、李义成等多名保护伞。原本以为只是一起小事件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一条大鱼。要不是小陆专家这事儿，我都不知道咱们小小的锦城还有这样的人存在，简直是五毒俱全！查，给我查！区毛家根本不可能办得滴水不漏，我们内部也要积极自查。我建议启动互查，从我们内部找出保护伞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我不吃饭，我要吃汉堡，我要吃汉堡。谁啊？大清早的。社区的，这边社区搞活动，送米面油，给你们送上来了，麻烦开门签个字领取。不年不节的发什么米面油？别跑！再跑开枪了！别动！这么多人，我这是犯了天条吗？去个去！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知不知道我上面是谁？你的上面？你说的是萧德旺还是李义成？放心，你很快就见到他们了。这两人可都是省里的大官，我最得意的人脉，难道他们也……我要见律师。律师？你用不上了。等待你的将会是军事法庭的审判。如果下辈子好好改造的话，也许还能出来见你长大的儿子。丫丫，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？姐姐刚做的哟。姐姐是你啊，丫丫求你件事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说，只要姐姐能办到，姐姐都答应你。你可不可以当丫丫的妈妈？那我呢？这丫头又开始给我乱保媒拉纤，乱点鸳鸯谱了。丫丫没见过妈妈，不知道有妈妈喜欢是什么感觉。但丫丫觉得佳怡姐姐和清玄姐姐都很好，所以想让他们都当丫丫的妈妈，这样丫丫就有2个妈妈喜欢了。原来是这小丫头的一点小贪心而已。我刚刚在想什么呢？那丫丫就得听佳怡妈妈的话，要好好吃东西，这样才能快快的好起来哦。爷爷，小陆，你现在方便吗？你去吧，我替你看着丫丫。老爷子，我们出去说。丫丫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大碍？鼻梁骨骨折，额头上缝了3针。哎呀，这毛有为一家的事已经有人去解决了，你不用操心。不过，你有没有想过让丫丫换个环境？换个环境？丫丫现在读的幼儿园，老师方面的资源可能差点，生源也是良莠不齐，难保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。所以把丫丫转到蓝天幼儿园吧。这，老爷子，你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！拿着，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不为自己想想，总得为丫丫想想。你身上的技术，即便是我们男人所能做到保密，你敢说我们内部就真的没有坏人？现在你和孩子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。我把你的事儿报了上去，上面给你在空军家属院那边还安排了一套房子，等丫丫出了院就赶紧搬过去。老爷子，那我就先替丫丫谢谢你了。没事儿，这都是你应得的，你可得加把劲儿，把你那些图纸上的东西尽快落到实处。您都看到了，那些都是我没事的时候瞎画着玩的。谦虚了不是？如果那些瞎画就能画出来的话，
那我们这些所谓的科研人员，岂不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如？对了，还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，是关于机甲的事吗？不错，目前我们想尽了办法，也还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任何操作。老师，我们一整天都在尝试复制和分析机甲的操作系统，但是根本就没办法分析。让我看看，米国 AMD 公司生产的 Fullpad， 这个年代也属于性能和便携都双优秀的典范。搭载的操作系统不是微软，而是一款纯汉字，应该是大夏为了防止数据被盗取，自研开发的操作系统。原因很简单，你这台电脑的算力不够，系统架构太老，跟不上机甲自身搭载的内部处理器，所以你才连同步数据都做不到。小陆啊，你的意思是你这台机甲还搭载了你自主研发的系统？因为里面有我自己设计的脑波感应系统，同时还要配套光电传输系统、兼容体感操作系统。这就是我之前说这玩意儿弄起来费劲的原因。那你这套系统能不能进行推广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以目前国内不应该说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硬件，恐怕都带不动这个系统。怎么可能啊？目前我们国产的芯片已经，这可是国家机密，我怎么差点泄露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国内能制造出的芯片号称150纳米，也就是15微米，根本就没有进入纳米时代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大家应该知道，硬件处理数据的速度跟芯片的精度有关。我这台机甲搭载的处理器，每秒可以进行6000余万亿次的计算，否则也不可能做到信号的即时传输。什么？6000？每秒6000余万亿次？量子芯片？小陆，你这机甲里搭载的该不会是量子处理器？芯片精密度已经低于5纳米了吧？将国内之眼的超级计算机，神威的算力也就达到每秒3240次，而这台机甲的处理器竟然比神威还要高出近2万倍。亏我还想用我手中这台小巧的笔记本解析这台机甲的数据。5纳米以下，这要是能够量产的话，我大夏的芯片技术必将会对国外造成降维打击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联系一些国企跟小陆合作，最好尽快把项目落地。不过现在还是赶紧把这台机甲开回研究所再说。小陆，我能跟你一起搭乘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这副驾驶原本是给科研周上家长带着小孩子一起坐的，就是座位有点小。没事儿没事儿。小陆，可以开始了。这样一套操作系统，要是搭载在战斗机上的话，那无疑会让战斗机的作战能力提升好几个台阶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的系统甚至连一个小孩都能操作。穿越过来这么长时间，谁能想到这才短短几天时间，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？也许之前的我真的是太过较真了。林警官，你这是？我这几天休假，正好没啥事，就来医院看看丫丫。好歹丫丫也叫我一声妈妈嘛。这样啊？我当然不能告诉你，是局长给我下了死命令，让我贴身保护你和丫丫。丫丫爸爸，丫丫可以换纱布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千万不要留疤呀！放心，丫丫这么可爱，老天爷也不会忍心让她留疤的。该不会真的有疤吧？没事没事，就算是有疤，丫丫一样可爱漂亮。不是有疤，而是什么？你赶紧说呀！你们还是自己看吧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奇迹！这简直是医学奇迹！没留疤痕就好，我就说嘛，系统出品怎么会出意外？清玄妈妈，丫丫乖，
刚刚真是吓死清玄妈妈了。那个林警官，你先陪着丫丫，我去帮丫丫办个转学。清玄妈妈，你觉得我爸爸怎么样？你爸爸他……丫丫，你爸爸刚刚说他要给你转学。郑爷爷帮丫丫找了个叫蓝天幼儿园的新幼儿园，离我们的新家很近，所以丫丫要到新的幼儿园去报到了。蓝天幼儿园，那不是空军家属院那边吗？一想到马上就又要见到那个膈应人的老太太，心里就有点不爽。怎么换人了？你好，丫丫爸爸，我是幼儿园新来的园长。关于丫丫小朋友的遭遇，我们幼儿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幼儿园的一点心意。另外，转学手续我马上会帮你办好，你稍等。办好了，这是陆雅雅的转学手续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园长，你这是不是太过小心了？你懂什么？出了这个事儿之后，你们老园长昨天晚上就被抓了，之前犯过的所有事儿也全都被挖了出来，就连跟老园长有关系的老师也全部被处理。怎么可能？他不就是一个开废品站的吗？开废品站的，毛壮壮一家的下场知道吗？父母被抓，家产充公，毛壮壮还被送进了孤儿院，这都是短短一个晚上发生的事儿。这位啊，背景通天了。幸好我当时没有站在老园长和毛壮壮一家那边，对丫丫爸爸还算客气。张总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我们5纳米以下的芯片成功量产，对于国外来说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对，李总，就是5纳米，咱们量产的话，一定能够占些先机，一步先，步步先。蠢货，一帮尸位素餐的蠢货！爷爷，您老人家又发什么脾气啊？这几天我嗓子都快说冒烟了。这帮蠢货竟然没有一个意识到小楼的重要性，更意识不到5纳米芯片的战略意义。要是让外国那帮白皮抢先一步突破了的话，未来我们大夏会被人卡脖子的。你是说之前联系的那几个企业和部门都不同意？一帮鼠目寸光的家伙，主打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只知道混资历，没有任何发展眼光就算了，连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。爷爷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跟他们合作也好。详细说说。您想想看，如果变成了企业控股的话，那这个企业是陆先生说了算，还是上面说了算？拿了他们的预算，陆先生还能像现在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设计什么就设计什么吗？你继续说。如果说我们和他达成合作关系，比如咱们现在要造的4代机，好的材料和技术达不到生产要求，陆先生那边却或许有可能解决，让他帮忙生产材料，甚至是负责关键部位的组装，这样不就既能对他进行保护，又能让他赚到钱吗？你说的对，爷爷有点太过执着了。如果拉上军去的话，我有更好的主意，到时候让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后悔去吧。不过要跟小陆商量之后才行。关于机甲的解析，你们做的咋样了？那个，我刚想跟您说来着，您这一打岔我给忘了。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元朗，老师，怎么样？有什么结果？老师，束手无策。你这不是都拆卸下来了吗？操作系统无法分析，难道连装甲上也不能耗点新技术用在新飞机上？不能，拆确实是拆下来了，但是我们用了5000度的激光，也没能割开机甲，甚至连个烧焦的痕子都没有。什么？激光也不行？不能，装甲的涂层更离谱，居然能够完全吸波。完全吸波？那不是意味着这么大一台机甲在任何雷达上都是完全不存在的？这样的技术要是用在咱们的战斗机上，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目前对这涂层同样是束手无策。另外，还有灵活活动的关节，以及光电感应所用的常温超导材料，更让我们感觉回到了刚上大学那会儿，是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。自打知道这台机甲用的是量子处理器之后，就知道这台机甲的科技含量至少领先如今大夏几10年。算了，
也没指望你们这些刚刚学会手搓汉阳造的，马上就造出9武士来。啊？那2个亿岂不是买回来了个百件？联系小洛来南所一趟吧。这个小区中住的都是军属，素质和思想觉悟都高了很多。至少搬来后这几天里，再也没有被半夜的吵架声给惊醒了。小区里随时都有人巡逻，也不用再担心丫丫的安全问题。小洛啊，能来一趟我们南所吗？老爷子，又是关于机甲的事吗？不错，还是机甲的事儿。行，我马上过来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幼儿园放假，看来还得让林清玄来帮我照看一下。就是不知道他今天加班吗？喂，林警官，今天有空吗？想请你帮我再照看一下丫丫。有啊，我马上过来。林警官，嗨，你怎么这么快？难道你也住这里？我哥是空军，所以我家有购房资格，所以就买在了这里。没想到这么巧。那我这边……爸爸，你去忙吧，有清玄妈妈陪着我就好啦。丫丫，要不要来清玄妈妈家里玩啊？爸爸，你咋还不走？我要跟清玄妈妈一起去玩了。有了清玄妈妈就不要爸爸了吗？爸爸是男孩子，男孩子就应该去打拼，老守着丫丫会变得没出息的。丫丫，这是谁教你的？好好好，爸爸出去打拼，丫丫好好听清玄妈妈的话哦。麻烦你了，林警官。不麻烦，我很喜欢丫丫。老爷子，小陆，快里面坐。小陆啊，这可是给我们南所出了道大难题呀！老爷子，是机甲搞不懂的问题吗？你小子是不是算好了会出问题啊？等着我们找你是不？啊，倒也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到底能从里面搞明白多少技术。你的机甲技术含量太高，超过了这个时代。说句实话，我们就像是古代人在看现代高科技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老爷子，钱我已经花了，可不带退的。误会，怎么可能找你退钱？小陆啊，之前你说你打算成立一家公司，我这有些想法，你要不要参考一下？你细说。我打算让你和西南军区以及我们研究所合作，成为我们研究所的供货商，由军区给你背书，这样既保证你的产品销路，又能保证你和你公司的安全。只是相对应的，军区可能会对你的公司有一定的采购需求，你看怎样？求之不得。原本以为能傍上南所这个大叔就算是极限了，没有想到还能获得军区背书。这次我看还有什么小巧再敢造次。只是军区采购的都是一些大件，和我的商业计划有些出入，还要做些微调。我就这样正式成为了军方和南所的合作供应商了。不是老婆子，拆迁赔偿200多万，你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去，有了几百万怎么了？有了几百万日子就不过了吗？这泡菜坛子，这蜂窝煤炉子，还有这桌子、椅子、罐子、扇子，有了几百万就都不用了吗？这些大爷大妈自从这一片拆迁后，聊的天就没有下过100万的。这兜兜转转的，你竟然又回到了我的手中。不过回来也好，回来了我就可以继续完善你，让你真正成为一件战争大杀器。老陆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忙什么呢？齐航，大学时代跟我上下铺的室友，大学关系不错的老同学。老齐，你咋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呢？我这不是最近出差来锦城吗？我就想着咱们班上应该还有不少在锦城的同学，打算让大家聚聚。吃席啊？哼，你该不是还忘不了那个谁吧？没有的事儿，你这人怎的凭空污人清白？行，啥时候？能不能带家属？明晚。带家属的话，我是说我闺女，放她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放心。那就好，还怕你还没有走出来呢。那啥，明天你记得穿低调点啊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要是打扮得太帅，楚星月就不会看我了啊！班草，给兄弟一点活路吧。行了，我还是大学那套，行了吧？哎，行，
谢谢义父。要是明天我拿下楚星月，婚礼的时候你不到都不准开席。爸爸，我们明天要去吃肉肉吗？齐叔叔说明天请丫丫和爸爸一起吃肉肉，丫丫要不要去啊？好哎，明天去吃肉肉。爸爸，我们能带清玄妈妈一起去吗？丫丫，丫丫今天要早睡，今天来跟清玄妈妈说一声，明天丫丫和爸爸要出去吃肉肉，妈妈可以不用等丫丫了。你明天要出去？大学同学会，你也可以把丫丫交给我。那都不好意思啊，哪有我自己出去喝酒吃肉，让你帮我带孩子的？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丫丫，丫丫爸爸有国安同志暗中保护，丫丫跟他爸爸在一起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那也行吧。清玄妈妈，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呀？我？去嘛，去嘛。好。林警官，哇哦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像撞衫了哦，不过都好好看。嗨呀，老陆，可想死我了！来来来，嘴一个。我闺女还在呢。丫丫，这是齐叔叔，爸爸大学一个宿舍的好朋友。齐叔叔好。瞧瞧你这孩子咋生的，咋这么招人稀罕呢？给我当干闺女吧。来，拿去给我闺女买糖，不准私吞。行，那我先收下了。狗贼，不介绍一下吗？哦，你打岔给忘了，这位是林清玄林警官，住我家对面的邻居。这段时间我比较忙，一直是他在照顾丫丫。这是我上铺的好兄弟齐航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老陆，先给你赔个不是。咋了？之前你不是离婚了吗？哥们儿想着你还年轻，就联系了咱们班的叶雨石，本来想撮合你们再续前缘的，现在你这，千万到时候别打起来啊！叶雨石，少秋，说好了，毕业后咱们一起考研，继续进步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努力。都怪袁生那家伙，说好跟人家一起考研，结果半路当了逃兵，回家结婚。对不起，路上堵车，我先自罚3杯。少秋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他们怎么回事？怎么一起？咦，我还以为林清玄看到叶雨石会打起来，怎么跟没事人就算了，还跟丫丫一样露出疯狂吃瓜表情，是几个意思？不愧是老陆，这都能写。哎呀，抱歉啊，各位，路上堵车来晚了点。这顿算我的，谁都别跟我抢啊！我还以为这装逼犯不来了呢。理解，成年人的体面嘛。我认识这个叔叔，我跟爸爸还有清玄妈妈来的时候，清玄妈妈停车，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坐在一辆车里。人间不差呀，宝贝闺女。那个我来的早，但是忙着工作一直在打电话，刚刚才处理完工作，大家能理解吧？理解。说起来，大家都在哪里高就啊？我毕业之后，我爸让我去我们家公司当了高管，现在年薪这个数。少秋，说说你吧，你可是我们当年成绩最好，这会儿在做什么呢？我之前开了个废品收购站，现在打算不干了，干点别的。哦，废品站啊！想不到当年成绩一流的陆少秋，居然沦落到开废品收购站，也不知道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到几个赞？挣不了几个钱，肯定比不上你家里家大业大，但我觉得里外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挣钱，收废品也没什么丢人的，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，能糊口，能养孩子，这就够了。少秋，要不就来我们家工厂试试？工厂？我家在北门那边有一个钢铁厂，
现在厂子里效益不太好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。你要是想要的话，可以来帮我。这丫头跟张元一样，也是锦城本地人，好像父母也是做生意的。难道也跟张元一样，家里有工厂？不过比起张元，这丫头在学校里可要低调得多。这个世界的大走向跟地球上差不多，此时正在经历20世纪末的下岗潮。类似叶家这样的钢铁厂，远比国营企业受到的冲击还要强烈。不过目前倒是有一桩生意可以做。好，明天我就去看看。陆少秋，读书的时候叶雨诗就喜欢你，现在明明都换成收破烂的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美女喜欢你？你怎么命这么好？到底输在了哪里？抱歉了各位，公司里突然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他怎么就走了？谁知道了？人家刚刚还说要买单的。少秋，我刚刚看他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对。张元父亲起家的时候就有点不干净，你小心一点。我会小心的。不干净吗？上一个不干净的，估计没有个几10年都出不来了，就怕他不来。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叶雨诗家里都有钱，都是硕士文凭，我们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。明明我们才更有话题才对，为什么你连理都不理我，跟一个收破烂的说个不停？我就不信了，你个收破烂的还成了精了。胡哥，帮我查个人，陆少秋，老城区科废品站。钱打到账上，半个小时给你答案。好，马上就打。张少，吴先生那边把你需要信息发了过来。陆少秋，这次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张少，有些不对，你尝尝。怕什么？没看到这里在拆迁吗？张少，就算这里以后真的会变成军事禁区，那也是没建好的军事禁区。翻进去这禁区，给我砸，全都给我砸了！目标已翻墙，正在上房顶。队长，他们进去了，我们要不要立即行动？不急，我倒要看看陆专家吹上天的防御系统到底有没有他吹的那么牛。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枪声，出大事了，赶紧行动！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什么东西启动了。启动？就陆少秋这么个破废品收购站，能有什么启动的？发现入侵者，未发现生物信息匹配人员，确认为外来者，歼灭模式启动。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台机甲，时速20米的机甲。啊！原本以为陆专家所说的防御系统是吹牛，没想到居然真的这么厉害。哈哈，队长，刚刚你可是这样说的，我记得好像怀疑枪是他们带进来，你好像还说出大事了。幸好用的是橡胶子弹，不然这些家伙估计全都被打成筛子了。那队长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先扔外面。可之前领导不是说，但凡敢进院子的，一律先抓了再说吗？傻不傻？大半夜的，这么多人偷偷摸摸进来，不是小偷就是蓄意报复，抓这么几个有什么意思？除恶务尽，得让他们带着把他后面的人挖出来才行。牛啊，队长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进了废品收购站了吗？怎么会倒在这里？不知道。好疼啊！我操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张少，快别喊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先离开这里吧。
等，你他妈轻点儿！队长，动了。不急，等走远再跟上。昨晚上又跑哪儿去鬼混了？大白天的不上班，还满身是伤，你要上天是不是？哪儿啊？昨天晚上我们大学同学聚会，一直跟我不对付那小子下我面子，我这不想给他点教训吗？哼，谁那么大胆子，居然敢下你面子？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在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压我一头，老跟我作对的家伙。没什么背景吧？没有，是一个外地来的，在锦城没有什么背景。那就好，但你还是做干净点儿，记得把收尾处理干净，别让人抓到把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西南军区某特种大队某小队队长。抱歉，名字就不能告诉你们了。你们一家因盗窃国家机密被捕了。国家机密？我们？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去了荣昌街道 XX 号废品收购站？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你就管不着，里面放着什么国家机密，自然也是无可奉告。来，带走！混账！到底惹了什么人？我没有，我单纯只是想进去砸点东西，给他点教训罢了。我没想偷东西。哦，意欲破坏国家财产，罪名更重。带走。最近厂里不太景气，多担待一下。没事。正好到了午饭时候，一起吃点儿。好。雨石，雨石啊，你这是往哪儿去啊？爸，我这儿有朋友来我们厂里参观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让他留下帮咱们。胡闹！咱们现在裁员都裁不过来，哪还有心思继续招人？叔叔误会了，我只是听叶同学说你们钢铁厂最近不太景气，所以过来参观一下，没有求职的意思。哼，死鸭子嘴硬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叔叔，我想您最近应该因为下岗指标的问题焦头烂额吧？你，小雨啊，你去食堂帮我和你叫什么来着？陆少秋啊，小陆。哎，帮我和小陆打2份饭回来，到办公室找我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走吧。叶叔叔，其实今天我来是找你的。找我？不错，我有一笔买卖想跟叶叔叔谈。你说说看。我愿意出钱购买顺义钢厂股份，而我要占大头，成为顺义钢厂的新掌舵人。年轻人，你不要开玩笑。你知不知道我这家钢厂有多大，值多少钱？叶叔叔，我并非你想象中的外行。你这顺义钢厂只有2座2000万立方的小型高炉，根据我的了解，这2台高炉应该是某个国营企业钢厂淘汰下来的产品吧？不错。这些设备少说已经用了20年，设备陈旧，再加上冷却厂、焦化厂的钢铁厂的所有设备放到一起，也就按照1000万级别。别说购买你钢厂的股份，就算是我这样收购整个钢厂，也不是做不到。这些年为了工友们能过上好日子，几乎将所有的效益都投入到了员工福利中，投入到设备更新上，资金确实十分有限。如今的顺义钢厂是设备老化、产线陈旧，每年的产量都在下降。叶叔叔，我可以给您1个亿，但我只占51%的股份，我还有其他生意做，没有办法完全将精力放在钢厂，所以您还是尝尝。但我需要您跟着我的大方向走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这钢厂我买了。你1个亿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今的房价都才1000多一平，眼前这家伙一副没毕业多久的大学生模样，他能拿出1个亿？我肯定是听错了。叶叔叔，您误会了一件事，这1个亿完全是给您的，更新设备这些资金是我这边来出。这1个亿，您是用来安置下岗工友也好，自己揣兜里花也罢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您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只要技术好、人品好的工友，其他的人不要留。这为什么？过几天您就明白了。成，都听你的。爸，少秋，饭来了。小雨来了。我爸这是怎么了？才刚刚这会儿，就从愁云惨淡的模样变成了意气风发，像是年轻几10岁一样。来来来，
先吃饭，吃了饭咱们再聊啊。啊？聊什么？小雨啊，你可是帮了我们厂的大忙啊！小陆说还要给咱们投资1个亿。不是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可别冲动啊！不好，冲着我家白菜来的。不对，这是我家白菜有自己的想法了。之前跟一些国家单位做了点买卖，所以现在并不缺钱。为什么选择我们家的钢厂？你知道现在这钢厂……国营钢铁厂体量太大，我也买不起啊。如果你是奔着帮我来的，那大可不必。现在厂子效益不好，无非是大环境问题。等这阵子过去，咱们厂子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再说，你还得养孩子啊。这丫头还是这么关心和担忧我，于是要不要来帮我？帮你？对，帮我。我收购了你们家的钢铁厂之后，并不会止步于此。我收购了你们钢厂，并不会止步于此。我还要创办更多企业，咱们厂不用再继续裁员，甚至还要继续招工。以后钢厂会是我们公司旗下子公司，但我一个人肯定会玩不转，我需要人帮我。他到底是因为单纯看上了我的才华，还是因为他心里有我？唉，自家这颗水灵灵的白菜多半是保不住了。你想去就去，反正这厂子我管了那么多年，离退休还早。那就这样说定了。之后的事等我那边搞定之后再说。钢厂可是咱们的基本盘，之后的产线升级、设备更新，你们等我通知。这段时间就先把厂里的老旧设备先停产处理了吧。好。这个龙头就是咱们新钢厂的 logo， 咱们就叫赤龙钢厂，如何？好，咱们赤龙钢铁厂就此诞生了。工人们提前预支了2个月工资，放了2个月的假。原本极其轰鸣的工厂，如今就只剩下我和几名保安，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。您好，叶总，我们是奉陆总的命令，专门过来拆除厂里设备的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是。宣布。这支施工队配合默契，效率奇高，根本就不像市面上普通的施工队，他们是西南军区协作单位。我这就成军工企业吃上皇粮了。这小陆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我得赶紧问问小陆，不请教是请教一下小陆我们后续发展方向的问题。小陆，这地方不错，距离城区也近，开车过来也要不了多久。你还没车是吧？哦，对，我这头让军区给你弄辆车。军区弄辆车？进来。上将，这位该不会是西南军区司令员吧？这位是我们赤龙钢铁厂的副厂长叶云，叶叔叔。这位是西南军区司令员沈耀武，沈将军。叶叔叔有什么事吗？你让留下来那些设备都到位了，我刚想来问问你，咱们钢铁厂后续的规划问题。正好，我也正打算跟沈叔叔说这事，你也一起听一下吧。好，关于咱们赤龙钢铁厂的后续规划问题，咱们得舍弃原本的末路炼钢体系，转用电路。炼钢车间主打跟民营有关，而在炼钢厂之外，我打算搭建一个金属打印。沈叔，你之前看过的那个大家伙的外装甲，你还记得吧？你说的是那种特种钢？没错，那种钢板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炼钢设备进行生产，只能通过金属打印的方式制造。所谓金属打印，跟大家熟知的打印机差不多。但是它打印出来的东西是立体的。只是这个相关的设备，沈叔您看。好小子，打我军备预算的主意是吗？瞒不过您，您看能给多少？我不白拿。今年年终我给您个大惊喜。大惊喜？什么大惊喜？难道是新装备？我的个乖乖，小陆，你先给叔透个底儿，你要这钱到底是用作研发，还是用作生产？这边好做账。研发加部分生产吧，只是我不想弄军工牌。沈叔，您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明白。
你这是管杀不管埋。这小子意思还不简单，他可以帮忙研发新式装备，但又不想让其他人参与到公司的运营中。毕竟军工企业必然要掌握在国家手中，国家可会下派有关人员监督审查。这家伙身上秘密不少。行，这事儿我帮你摆平，具体要多少钱，你给我说个数。您就从陆军的军费里给我拨2个亿，我在年终也给您这个数。陆军？这小子直接找我要陆军军费。难道搞出来的东西是陆军装备？空军因为有了小陆的参与，估计几年内就会有新飞机服役。海军那边也陆续有051C驱逐舰下水，但目前陆军总不能海军哇新军舰，空军哇新飞机，陆军就只能哇新兵蛋子吧，给点儿也花不了多少钱。行，这事我做主了，希望到时候年终的时候，你的新装备能让我眼前一亮。沈叔放心，作为一个军区，直接支持一个民营企业，多少有些说不过去。小陆真的能够在年终拿出一点东西来，我也好跟国处交差了。小陆，你之前说的你的炼钢厂打算全部生产跟民营相关的东西，你打算弄点什么？说到这个，沈叔，问您个事，东欧那边现在是不是在……小陆，你想干嘛？前世里，地球上20世纪末，南联盟就遭到了整个北约的入侵，最后导致南联盟解体。而这场战争中，北约的炸弹也轰炸了大夏驻南联盟使馆，致使3位记者牺牲，成为所有大夏人心中抹不去的痛。既然老天爷让我穿越到了这个平行世界，我就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在大夏身上，更不可能让该死的米国好过。如今南联盟大使馆还在，海天卫视也还在，这事我定要让牺牲的记者安然无恙，更要让那位殒命的烈士登上他梦寐以求的甲板。沈叔，米国老狼子野心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好过。别乱来，现在咱们还是平稳发育阶段，海问题还没解决，有第一岛链在啊，米国就有对咱们动手的理由。亲娘嘞！没想到他一个工科男，还是个愤青。你沈叔又怎么可能不知道米国佬在搞事儿？但是一场海湾战争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大夏之前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。其他的不说，但米国把导航一关，有导弹，有核武器，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射。沈叔放心，我当然知道咱们还没做好准备。我的意思是，给他们添点堵。添堵？详细说说。这小子有点邪性啊！我知道。咱们现在不能随随便便跟米国人翻脸，更不可能对南联盟那边进行实质性的支持。出口武器就更别想了，但出口点原材料不过分吧？原材料？你想出口炸药原料，那也不行呢。现在南联盟那边基本被北约封锁了，这些原材料进不去。小了，沈叔，你这格局小了。你想想看，化肥什么的，稍微改改，那不一样也能炸吗？这倒也是。把这些东西装进煤气罐中，后面加上固定尾翼，再射出去。这玩意儿就跟当年咱们的煤良金炮一样，你管它射得准不准，就主打一个便宜的火力覆盖。好啊，打仗打的是什么？不就是钱吗？一个煤气罐子才多少钱？一枚导弹都能买一卡车了。可行倒是好像可行，不过这事儿挺大的，我得去跟上面商量一下。你等我消息。那我也告辞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哎，系统，打开系统商城，大型高楼图纸，未来20年科技，价值120万。系统，我要兑换。兑换成功，就你吧。虽然系统中还有更好的科技，但是目前来说已经够用。终于又搬回来了。是啊。原本以为我们都已经下岗了，谁知道陆总一来，我们这些老职工不用下岗，还要大量招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喂，沈叔。小陆啊，上头对你的计划倒是没有意见，可是问题出在南联盟那边，他们并不想进口我们的煤气罐和化肥。并不想？不应该啊！现在南联盟和北约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，大战一触即发，他们没理由不需要武器。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煤气罐子和化肥对他们有多大的战略价值？很有可能。毕竟这东西领导人那边、国家那边也不可能说得太明白。只是不说明白的话，
老陆，猜猜哥们这会儿在哪儿？别卖关子了，有事说事，我现在忙着呢。行，不卖关子，我在南联盟呢，哥们出国了。你跑南盟去干什么？那边正在打仗。放心好了，我在贝尔格莱德呢，南联盟首都，安全的很。那你去贝尔格莱德干什么？出差吗？对，出差。我们公司跟这边有点业务，顺便给你说一声，哥们今晚上要跟南盟总统喝酒，要不要给你带个大洋马回去？什么？你要跟南联盟总统喝酒？哎呀，小场面啦。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件事？我有笔生意想跟米洛索维奇谈。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件事？我有笔生意想跟米洛索维奇谈。啥生意？多少万呢？具体多少万不清楚，但我想向南联盟出口煤气罐子跟钢管。啥玩意儿往这边出口？煤气罐子跟钢管？哥们儿，真南联盟这边也不产天然气啊，他们煤气罐子买过去也没什么用。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兄弟，你可真他娘的是个天才！你等着，我今晚就跟他说，但成不成我也不敢保证。实在不行也没办法。另外，你跟他吃饭的时候，记得提一点。兄弟，这事儿成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每个$25的价格，先找你进1万只，3月交付。如果效果好，后续订单会增加100倍，你就卯足了劲儿，使劲干就行了。是吗？那这次啊，可多亏了你了。别急呀，我跟他们签署了10万吨的硝酸化肥进口合同，每吨按$300算，包括运输。从3月开始分批交付，一样也是先看效果，只要效果好，订单也会暴涨100倍。谢了老齐，等你回来，我好好请你。光是这单生意，我最少可以赚到几千万，最关键的还能让南联盟那边拖住米国佬和北约。等等，战争明年3月份就要打响了，必须要在3月份之前把货送过去。看来还得要再联系一下沈耀武那边才行。师叔，南联盟那边的事成了。什么成了？怎么成的？外交人员去谈的时候，这事都没有谈成，你小子是怎么谈成的？也是机缘巧合，我同学公司正好跟南联盟有生意往来，能够见到米洛斯维奇，把这事一说，竟然真的成了。原来如此，说吧，你小子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有什么事找我。还真让沈叔猜对了，这么大一笔单子，3月份生产出来不难，但是走海运的话，从锦城运到港口就需要不少时间，所以我想走陆运火车。这样的话，3月份之前就能运到南联盟，但是运费可是要高上15%的。只要能在3月份之前把这批货物运到南联盟，说不定南联盟就能拖住米国和北约，把他们拉进战争的泥潭。我少赚点钱算什么？行，这事我给你想办法，保证让这批东西3月份之前达到南联盟。少秋，那个，你和丫丫要不要来我家过年？反正大家住得近，过年热热闹闹的多好。不好吧？你要实在不愿意就算了。你跑什么啊？让你叫个人半天都不回来。小鹿啊，你看你跟丫丫爷俩在家冷冷清清的，就到阿姨家里来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多好。阿姨今天可买了不少的菜，你要是不来，可太可惜了。行，那听阿姨的。老爸、老妈、老妹，我回来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是，我才几年没回家呀，我老妹就结婚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还有，你谁啊？怎么在我家？啊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个是住对门的邻居陆少秋，小陆，这是他女儿丫丫。清玄已经认了丫一当干女儿了，现在我们就是丫丫的外婆外公。来，丫丫叫舅舅。舅舅好。哦，这样啊。你好，陆少秋。你好，林振东。林振东，西南军区空军部少校，国家1级飞行员，试飞员。他是 G20试飞员之一，怪不得会有些眼熟。兄弟做什么工作的？在哪高就啊？我的工作暂时还不能说。不能说？保密单位？算是吧。或许明天在基地我们就会再见。爸爸，丫丫困了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妈，这人挺有意思，说话跟特务接头似的。一上来就问人家这些问题，把人都给吓跑了。儿子，不是当妈的说你，你这一上来就这么不客气，多少有点不太礼貌。妈，不是，我就好奇他干啥，就问了一句而已，咋？明天新飞机上线，他能跟我再见，就个普通人，总司令可要来，他也配？说不定是什么间谍呢。你。